大家好，我係徐立賢，歡迎嚟到跨市博弈。你係咪認為95歲嘅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喺感恩節前夕發表嘅告別信只係一篇溫情脈脈嘅回憶錄？你係咪認為即使佢退休咗，巴郡 Berkshire Hathaway 呢個帝國亦都會繼續運作，永遠係投資界嘅避風港？老實講，呢個就係市場上面最普遍嘅共識敘事。大家相信巴菲特已經為巴郡建立咗一道萬無一失嘅防火牆，佢嘅接班人又係佢親自選定，所以一切都喺掌控之中。就算冇咗佢，巴郡都仍然係一間由保險、鐵路與能源組成、擁有穩定現金流嘅巨型企業集團。但如果我話俾你聽，呢封信表面上溫情，底層邏輯卻暴露咗呢位奧馬哈先知內心深處嘅焦慮呢？你所認為嘅安全同永續，可能只係一個美麗嘅集體幻覺。你真係相信巴菲特對接班人埃布爾 Greg Abel 近乎誇張嘅讚美？佢話：我諗唔到有任何一個 CEO、管理顧問或者學者，我會選擇佢哋而唔選擇埃布爾嚟管理你同我嘅積蓄。當一位創始人需要如此賣力地背書嘅時候，你就必須問自己，係咪市場根本唔認可呢一個選擇，導致佢感到不安呢？因為從人性底色嚟睇，呢種過度嘅背書往往係因為系統核心缺乏真正嘅信任籌碼。你睇翻數字就知道，巴菲特正加速向家族基金會捐贈股份，呢次就捐贈咗27萬股 B 類股，市值大約11億美元。佢明確表示要加快終生捐贈嘅步伐。點解如此趕急？因為佢3個仔女都已經72歲、70歲同埋67歲啦。呢個時間窗口嘅緊迫性不言而喻。佢哋管理呢筆巨額財富嘅黃金期最多仲有10到15年。呢種對時間嘅焦慮，其實係呢位95歲老人對自己從墓地裏統治無效嘅無聲抗議。巴菲特更冷酷地承認咗一句話：未來10年或者20年內會有好多公司表現會超越巴郡，因為佢嘅規模係一個拖累。你將呢句說話翻譯成街頭智慧，就係你不必指望巴郡會帶嚟超額回報啦。你能夠維持到平均水平都算謝天謝地。對於一間市值近萬億美元嘅企業集團嚟講，增長乏力係結構性嘅必然。呢個就係第一性原理嘅結果。體量越大，所需嘅能量同時間就越多，增長嘅斜率自然就會趨平。你係咪記得巴菲特預言過巴郡股價可能反覆無常地下跌50%？佢講過呢個情況喺過去60年發生過3次，但佢好精明地冇提醒投資者，過去嗰3次係有佢同芒格 Charlie Munger 呢兩位真正嘅神級玩家喺掌舵嘅。冇咗呢兩個人嘅個人魅力，冇咗佢哋每年喺年會上面滔滔不絕嘅智慧，巴郡呢間公司究竟係乜嘢？答案係一個由保險、鐵路、能源與消費品牌拼湊而成嘅臃腫集團，佢哋之間缺乏協同效應。佢嘅成功本質上係巴菲特個人投資天賦同美國戰後70年經濟擴張嘅產物。正如佢試圖將巴郡嘅成功歸因於奧馬哈嘅魔力水源一樣，佢想營造一種神話，但系統動力學告訴你，一旦核心驅動力消失，正回歸循環就會停止。冇咗巴菲特，你仲會對佢有幾多日價？呢種情況喺金融史上不斷重演，同你喺牛市中嘅心態簡直一模一樣。你試想下，當牛市嚟到嘅時候，華爾街嘅頭腦係咪集體膨脹？資本市場嘅浪潮將普通人抬舉成所謂嘅投資天才，自信與運氣交織，塑造出一場場自我感覺良好嘅幻覺。你今日喺牛市賺得盆滿缽滿，你有冇問過自己，呢啲係你嘅天賦定係時代嘅幻象？價值投資教父格拉罕 Benjamin Graham 當年於3年內將40萬美元翻咗6倍到250萬美元。你諗下，嗰種神話般嘅績效足以令任何一個初出茅廬嘅基金經理自封為神。格拉罕自己喺回憶錄裏面坦誠，31歲嘅時候，佢以為自己已經掌握咗賺錢嘅全部秘密，未來只剩無限嘅財富同奢靡嘅人生。呢一種自信往往就係災難嘅前奏。佢話：我唔知道自己患上咗嚴重嘅狂妄自大症。當你認為自己喺市場上揾到咗秘笈，可以凌駕於周期同常識之上嘅時候，你其實已經中招啦。格拉罕喺1929年大崩盤之後，利用槓桿去抄底，結果如何？抄起咗半山腰。到1932年，250萬美元變成咗37萬5千美元，市值蒸發咗8成半。呢個就係市場對狂妄自大症最毫不留情嘅懲罰。你而家審視一下當下嘅市場。呢種牛市大腦嘅感染範圍，可能係歷史以嚟最廣嘅。過去10幾年嘅流動性狂潮，創造咗天文數字般嘅財富。由科技股嘅信徒到加密貨幣嘅傳教士，
好多所謂嘅鍵盤價值投資者與幣圈先知橫空出世，佢哋宣揚嘅投資邏輯喺傳統分析框架下近乎荒謬，但喺不斷上漲嘅價格面前就被奉為圭臬。當投機被包裝成革命，當迷因 meme 嘅傳播力取代咗現金流分析，呢本身就係市場即將進行智力清算嘅危險信號。你以為你揾到咗新規則，但你只係喺一個由央行放水推動嘅系統裏邊做住一個被獎勵嘅溫順嘅追隨者。當所有人都相信努力就能夠爬上階梯嘅時候，結果並唔係所有人都能夠成功，而係呢條階梯本身變得無限擁擠，最終導致你爬梯嘅性價比趨近於零。格拉罕嘅偉大並唔係佢喺牛市中賺取咗暴利，而在於佢幾乎被市場毀滅之後，痛定思痛建立咗一套反人性嘅系統。呢套系統嘅核心就係對市場先生嘅極度不信任同對內在價值嘅絕對堅持。佢話漲勢為跌勢埋下伏筆，每一次勝利都為失敗做好鋪墊。成功，尤其是輕易得來嘅成功，會催生一種致命嘅豁免權心態。巴郡股東們最好記住巴菲特另一句忠告：股價可能腰斬。但對於巴郡嚟講，失去巴菲特可能就係運氣嘅極限，因為佢嘅成功係個人魅力嘅產物，而唔係一套可複製嘅系統。當呢位95歲嘅老人終於決定安靜嘅時候，市場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冇咗巴菲特嘅巴郡。呢個前景好有可能遠冇佢喺信中描繪得咁美好。所以諗清楚你要玩嘅遊戲係繼續喺設計好嘅規則裏邊做一個被獎勵嘅溫順嘅市場追隨者，定係去理解並利用嗰啲潛藏喺規則之下真正嘅槓桿，成為一個冷靜嘅玩家。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如果有興趣，請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及 Patreon 會員資料喺下面 info box。我係跨市博弈徐立言，下次節目再見。